Hello， 大家好，今天我們來到珠海賽車場，來試我身後這一台蘭博基尼的全新車型 Temerario。Temerario 我覺得它最大的特點有幾個，一個是它是渦輪增壓，但是能夠做到萬轉；另一個呢就是它是加入了混動的架構的。那我這次試下來呢，我主要的感受是，其實它電氣系統的這樣的一個加入，更多的呢是讓這台車它能夠去彌補它是渦輪增壓，但是在低轉區間的一些可能會有的小的缺憾，以及它能讓這台車在賽道上的表現、車身姿態會更加的穩定。那麼在此之前呢，我們先來簡單的看一下這台車的外觀。那我自己呢還是最喜歡它的這個車尾的設計，因為你會覺得它幾乎所有的外觀上非常裸露張揚的感覺都在車尾了啊，依舊是這種六邊形的尾燈的設計。我最喜歡的還是這一塊它這個裸露的後輪啊，能看到325的一個大胎就這麼露在外面。其實這個設計呢也是一個向 Countach 致敬的設計。那來到車內呢，其實它的整個座艙內的設計相對來說會更加的寬敞，舒適性更好一點，頭部和腿部的空間都有所提升。整個內飾的設計上也是用到了大量的這些六邊形的設計的元素。我個人非常喜歡這台車的內飾設計的就是它依舊保留了非常純粹的這種機械的物理的按鍵，非常喜歡它方向盤的這個布置，所有的這個模式的調節你都能夠在方向盤上直接进行調節。左側那右側呢是它的這個混合動力系統的調節，下方呢就是它新增的這個漂移模式的一個調節，包括我還很喜歡它的這個拨片是直接固定在这裡的，所以當你在賽道上駕駛的時候，你非常輕鬆就能夠直接定位到這個撥片的位置。包括它的行李艙，前艙能放下2個行李箱，那座位的後方也能再放下2個行李箱。整體來說，它的這個實用性、舒適性會稍微的更好一些。比較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一次 Temerario 它其實它的定位是一台全新的車型，而不是某一任蘭博基尼車型的继任，它更多的可能是這個一輛高性能混動系列當中的一款獨立的車型這樣。那剛剛結束賽道試駕，3顆電機能輸出120匹的馬力，整台車有920匹的馬力。起步的時候我一踩，教練就說哇，悠着點。我覺得最大的感受是這台車沒有我想象當中那麼重，其實駕駛起來它還是非常輕的。那麼萬轉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啊？一路拉到1萬轉，動力輸出非常的線性，你能很明顯的感受到轉速攀升的過程，而且它的渦輪是足夠大，在萬轉的時候還能夠去持續的提供增壓。包括呢電機的介入其實非常的關鍵，因為它能夠去很好的填補掉低轉速區間的扭矩的空缺，所以你在駕駛這台車的時候，你幾乎是感覺不到任何的渦輪遲滯的，特別是衝直道的時候，爆發力非常的強。而我踩的時候要一直踩得很深，它就感覺它動力沒有停過，真的非常的刺激。包括呢它整台車給我的感受是它的入彎的時候抓地力非常的強，真的就是死扒在路面上，車頭的響應特別的好。那前面的這個雙電機的作用也讓它在高速彎會有更好的穩定性。還有就是要說它的聲浪的表現了，從自吸 V10到渦輪 V8的一個聲浪的變化，我自己會感覺它在高轉的時候聲浪會比較的明顯，而且這種感覺更多的是它在這種震動的感受。其實它也是在設計的時候是刻意在高轉的時候設計出了一些高頻的震動的，可能在7000轉到1萬轉左右的樣子，你會覺得它這個時候的聲浪是最好聽最刺激的。還有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這一台發動機，也是蘭博基尼史上的第一台渦輪增壓的 V8 發動機。那這個發動機是用到了很多賽事上的技術的，比如說呢，這是一台平面曲軸發動機。那平面曲軸的優勢就是它動力的輸出非常線性，發動機的轉速飆升和回落響應速度極快，天生適合追求高轉速，這也是這台 V8 能夠實現萬轉的原因。而平面曲軸配合電機瞬間填補渦輪遲滯，也能讓這一台渦輪增壓發動機獲得媲美甚至超越自然吸氣發動機的油門響應速度。
那 Temerario 的發動機呢，本身呢是可以達到800馬力，那整個加上電機之後呢，是可以達到920馬力的。那電氣系統的加入，其實更多的是為了讓它在渦輪在任何時候都能夠給到你一個隨時隨地都能夠隨踩隨有的動力的狀態的。與此同時呢，它也讓這台車能夠有一個更好的動力的響應的速度。所以呢，其實電氣系統的加入是讓這台 Temerario 在保持了依舊很狂暴的蘭博基尼的本色的基礎上，讓這台車呢變得更理性以及更可控。